跑去老挝赌钱的中国赌徒究竟有多惨？他们想方设法越过国境线，来到老挝，本想翻身成为人上人，怎料会落得个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的下场。女人被扒光衣服陪睡还债，男人被掏心掏肺拳打脚踢。在这里，每一位还不上钱的赌徒都会被当作牲口一样对待，惩罚他们的手段层出不穷，堪比满清10大酷刑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2009年，中国迎来一波对非法活动的打击，小赌场、洗头房被取缔封禁，大多数的幕后黑手都望风而逃，但也有些人选择战略撤退，来到东南亚继续进行类似的活动。老挝的摩丁作为紧邻中国的边境城市，自然就成为了开设赌场的首选。接下来，读者就以一位老挝赌场幸存者的故事来向大家揭秘，这里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黑暗。2010年，北京人小王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老挝的摩丁。摩丁距离中国云南边境只有1-2公里。他在2003年被老挝政府设立为特区，是老挝著名的旅游城市。出于贪小便宜的心理以及对朋友的信任，小王没有多想，便来到了约定的机场。与小王一起前往摩丁黄金城的还有2个陌生人，他们分别是来自北京的霞姐以及来自苏北的老李。他们都是经赌友介绍而来，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。然而当他们抵达昆明之后，便发现了不对劲儿。负责人没有按照正常流程带他们办理出境手续，而是把他们带来了位于昆明不远的摩憨，然后坐摩托车用偷渡的方法进入了老挝。当3人千辛万苦地来到这座所谓的老挝特区后，落魄的现状令他们震惊不已，因为这里位置偏僻，几乎就是一座孤城。大街上到处都是赌场和红灯区，堪称黄赌毒俱全。正当3人怀着忐忑的心情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赌场人员阔绰的出手瞬间打消了他们的质疑。3人被安排入住了高档的星级酒店，还免费赠送给了他们10万块的筹码。而在国内毫无作为的3人，自从来到老挝之后，仿佛赌神附体。短短几个小时，霞姐就赢了11万，老李赢了8万，最差小王也有2万进账，这让他们十分高兴。然而从这里开始，老挝赌场的黑幕才正式揭开。霞姐在赢了11万之后便想收手不玩了，然而赌场负责人却表示，筹码拿到手必须10天之后才能兑换成现金。负责人说是需要大家充数，给赌场增添人气。既然无法离开，霞姐自然打算再捞一笔，结果这次却输得一干二净。后面2天时间，老李和小王的遭遇也差不多，不仅赢来的筹码血本无归，最开始得到的10万块也全赔上了赌桌。从这一刻起，这个风光的赌城对于他们来说瞬间从天堂变成了地狱。霞姐、小王、老李3人很快就被赌场保安剥夺了自由，他们被逼着给家里打电话要钱，如果3天后没有汇款到账，赌徒就会被送到单房。所谓的单房就是用来逼迫赌徒还钱的地方。在老挝赌场，单房可以分为催单房、逼单房、死单房以及养伤房。催单房顾名思义就是手段比较温和，给予心理压力催赌徒还钱的地方，一般不会动手动脚。逼单房则是在催单房的基础上使用暴力手段，例如打耳光、跪地，逼迫赌徒让家里人汇钱。霞姐表示，逼单房里面的人经常会被殴打，要是女赌徒还会遭遇身体上的多重侮辱。一位年轻的女赌徒不幸中招，为了展示自己的绅士风度，保安表示给她赦免3下，但是挨了几下后，女赌徒就忍受不了，低着头大声痛哭。不过不管她怎么痛哭，依旧逃不掉被挨打的命运。挨完打之后，女赌徒跪在地上，继续被人用各种手段侮辱。到这里，这些赌徒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如果在这里超过10天，家里还不给汇钱，那么这些赌徒就会被移入下一个房间。在这里，惩罚更加残忍，保安会逼着赌徒们相互打耳光。如果有人想手下留情或者怜香惜玉，一旦被发现，就会被安保人员严刑拷打。除此之外，安保人员还会随机挑人踢踹，倒霉蛋会被要求站着不做任何防备，然后被人用最大力气踢踹肚子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受害者被踢飞简直是家常便饭。为了防止赌徒被踢飞，安保还会要求一些赌徒在后方把他们接住。有些赌徒被殴打了几个小时，几乎要被活活打死，但即便这样，保安们仍然不会放过他，因为在赌场的制度里，只要他们能逼迫赌徒还钱，这些保安
就能拿到一笔不菲的提成，因此他们才会如此卖力。到了傍晚，赌徒还会被逼着吃辣椒，一整碗的辣椒必须先要在嘴里咀嚼10多分钟，然后还要就着滚烫的开水吃下去。这一招下去，几乎所有人都会被烫得皮开肉绽。然而，逼单房并不是最恐怖的，最恐怖的其实是死单房。从这个名字就不难看出它的恶劣程度了。能被送到死单房的人，全都是完全拿不出钱还债的人，因此赌场就会用他们本人的器官进行还债，掏心掏肺，放血挖肾。在这样高压的折磨之下，许多赌徒受伤残废，有的人甚至当场暴毙。这种情况下，一些还有价值的赌徒会被安排到养伤房，伤养好之后将会被继续逼单，直到彻底榨干所有价值为止。而对于那些扛不住的赌徒，则会直接拉到荒郊野岭就地掩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有人侥幸逃脱，那么一定不要在老挝报警，否则只会重返魔窟。因为老挝当地的治安局很多都与赌场有着利益关系，他们比赌场更黑暗，一旦进入，拷问和惩罚的残忍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赌场。霞姐就是个例子，她在赌场逼单房被虐待10多天之后，终于联系上了家人。霞姐家人并没有汇款，而是报了警。在中方警察的交涉之下，霞姐被赌场移交到了当地治安局。就当霞姐以为得救的时候，结果她刚进入老挝警局就被人重新折磨，一直被关押半个月。这期间，老挝的警方每天都会以各种理由给受害者添加罪名，比如被殴打的过程中抵抗，就算是袭警；被打的精神恍惚无法回答，算是不配合调查取证。到了最后，老挝警局的人员干脆摊牌，负责人告诉他，想要从这里出去，除了还钱之外，还有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把朋友骗来一起赌钱。还好，霞姐虽然爱赌，但还有自己的底线，拒绝了老挝警方的要求。由于她患有疾病，且家人已经报警，在中国警方的交涉下，老挝警方也只能将她释放。因此，相较于其他赌徒来说，霞姐还算是比较幸运的。虽然被折磨2个多月，最起码还能完整的回国，但小王和老李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小王在赌场被折磨得半死，几乎吃遍了所有的拷问方式，亲人变卖了房子和家产，总算是将他赎了出来。老李则先后2次被移进逼单房，在一次殴打过程中，他被打到心脏病发作，成了葬身在老挝的无名受害者之一。以上3人的经历只能算是那个年代非常普遍的现象。当时有不少鬼迷心窍的国人受蛊惑，跑到老挝赌博，最后能活着回来的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儿。但即便如此，还是有很多人跑去赌博，就算中老边境有大大的牌子，用中文提醒不要去老挝，这些人依然不在意，只能说赌徒真的不值得可怜。但好在后续中国的相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，在多次施压后，老挝总算是铲除了摩丁的犯罪分子，也对当地的赌场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控。不过只要还有赌徒存在，这样的黑赌场就不会彻底消失。事实上，即便是2023年，类似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。只能说，人要脚踏实地，别想着投机取巧。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即便有，首先要考虑的也应该是自己会不会被馅饼砸伤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